咱家官媒放了一段10几架玄龙从四川舰上飞过的画面视频，喊道：“是动画，那谁你别怕。”那谁是谁呢？实际上这就是对所谓的第一岛链直接的蔑视。可以说，如果失去琉球，日本这3000公里的海防就被拦腰斩断，日本将丧失防御纵深。作为南大门，琉球的海军基地还起到保卫日本的能源生命线的作用。日本的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尤其是北边有油有气的大哥，他不能买，只能依赖海上运输来的能源材料。打琉球这张牌，可以说就相当于把本子的未来直接锁死在日本海这片区域里。经济上，日本作为一个缺乏自然资源储备的国家，就是明显的加工型经济的特征。模式呢，就以大进大出为核心，即依赖大量的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并加工之后的产品呢大规模出口，然后全球布局能源矿产和原材料的投资。要是南北门分别被一个活碟卡住，那大进大出就不要想了。现在日本成功的全球海外投资就会变成一个尴尬的笑话。战后那点油水，在广场协议之后全都放在海外了，在全球投资部署早石油开发、勘探和各类金属矿石，投资项目遍布澳大利亚、印尼、巴基斯坦、中东、拉美，在非洲也没闲着，主打一个撒钱要矿拿回去加工。如果南北大门都被关死了，这些投资可就进不去也出不来了。说起来很可笑啊，这么一个能源严重依赖进口，金属资源对外依赖度为100%，农业上粮食自给率极低，人口都不是少子化，而是无子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30%的国家，突然想大左了。如果我们把西南门户一关，你是从钱到粮，从枪到炮，从石油到煤炭，什么都进不去。你说你想谁？招魂一个大左，就能重回到我们还没有工业化那会儿的他们的光辉岁月了？真的是愚蠢到让人惊喜。某岛有事，日本有没有能力有事还是个未知数，但如果绞盆机敢有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面临中俄的混合双打。大俄的西线还在绞肉机的状态下推进，绝不可能允许远东地区出现牵制点。美国想用日本牵制我们的副作用就是威胁到俄罗斯的东翼稳定，那么最快、最合理、最符合斯拉夫人特性的就是直接按住，解除后患。而我们则是迎头痛击军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再次觊觎和侵犯。就现在日本这个要油没铁、要人没粮的小身板，想给大左招魂，真的是地狱级的好笑。昨天媒体爆出俄罗斯将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就是把人民币借给俄罗斯，俄罗斯只要还能稳定的跟我国进行大规模的能源贸易，还债就不是问题。作为全球第一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将人民币与能源支撑绑定在一起，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俄的能源有事，还是人民币有事，都是两方的事。而我们现在虽然不能轻易的分散发展的精力，但是在祖国统一这件必要的事情上，在对手已经解除了全部道义上的限制的情况下，实现军事实力对主权货币的强力授信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高市早苗现在的做法都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口出狂言习惯了玩砸了，而是带有着强烈的民主党豢养的国际利益派政客风格的操作，一种毒性极强的风格。从冯德莱恩到贝尔伯克再到卡拉斯，纵观这几年，欧洲政坛上以政治素人身份快速跻身外交国防部门的高官的女性，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种风格，毫无政治根基，缺乏职业经验和基本常识，主打一个价值观感人，完全听令于扶持他上位的背后势力，以卫道之名行卖国之事。高市虽然早年是有从政的经验的，但作为极右翼，政治基础其实并不广泛。随着安倍身故，他并没有继承太多的政治遗产。在日本这个九品中正制的政治门阀为主的生态里，他的女性身份和安倍女孩的政治基因是最好得到美国两党认可的人选。安倍本来就是民主党的伙伴，只不过是凭实力舔得了董王的欢心，但这也就意味着高市最大的价值就是保住美国的信任，而不是考虑日本的利益。目前他的种种操作里，实际上唯一受益的只有民主党。川普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才得到了和中国的 big deal。中期选举临近，川普最想做的事情其实是快速恢复经济，减少和我们的矛盾产生的对国内经济体感的影响。然而民主党很显然并不想让川普如意，两党达成合议的时候，我就说川普这次的让步不会只在法案的账面上那一点，现在看那3亿美元的军售就把川普的大好形势破坏殆尽。川普是去给日本松绑的，但是搞成这个样子很显然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甚至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我们要砍脏东西的头，川普这边已读不回。如今呢，就只盼望高市早苗再坚持一下，配合建国，把咱的统一大业推进快车道，千万要把大佐这个称呼换回来。到时候那真是满地跑的军功章啊！希望高市一定要保持搞事的定力，给军国主义招魂，让全球都再次从波茨坦公告的角度审视当年那个好像人畜无害的日本，皮下面是一只怎么样的鬼。今天玉渊谈点已经预告，反制就在路上。我耳边仿佛响起了一句台词：妖怪往哪里跑？